在这个地下车库开启这个FSD，然后左转的话是出去，右转是出不去，看它会可以还可以，蒙的还可以。这种说实话就是蒙。昨天呢更新了一个地图，最新的一个地图，2025.14这样一个地图。它汇入这个主路是有这个减速看的，突然看到一个小车来了，然后呢他停让他，但是那个小车也停了，也让他，他又走了，这样的。出去办事啊，大约30分钟，这一条路这一段路16公里，然后拍一下看看这个最新的地图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其实也更新了一个，昨天也更新了一个软件版本，但是更新这个软件版本呢，好像没有做什么，没有什么功能，就是一个细微的修复。软件版本什么时候更新的来着？不是，软件版本好早更新的了，更新了没什么作用。然后昨天是更新了一个地图，最新的地图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，应该是没什么区别。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区别。但昨天发生了一个事情，就是 HW 3.0的车更新了一个软件，然后也更新了同一个地图。这个其实就挺有意思的，就是为什么它更新了一个地图啊？为什么更新了这个？因为它这个地图和这个不一样，好像3.0的是没有这个车道这个车道级导航的，3.0是没有的。它为什么给4.0和4.0一样更新了同样的地图？我怀疑是 FSD 的，是给它更新了一个这个，然后又更新了一个新的软件2024.45.32.4，好像这么一个软件。但更新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功能，也是写了个就是细微的修复，就这样啊。特斯拉这个就是一笔带过，有什么修复他也不说。我觉得啊，有可能是这个3.0的这个软件有可能是已经包含了 FSD 了，只是说没有，就是没有给你开启。可能这个软件已经包含了，但是不给你开启，因为这个2025.14这个地图啊，据我所知啊，只有3.0买了 FSD 的，或者4.0买了 FSD 的才推了，就是目前就是这样一个信息。为什么没买 FSD 的他没推？当然，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啊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说的就不成立。那我的感觉是什么？我的感觉就是给 FSD 使用的。那你针对有 FSD 的车推了一个地图，又推了一个软件版本，代表什么？代表里边就包含 FSD， 可能没有给你启用，可能是审核一旦通过，也可能基本上通过了，然后给你一下就给你放开了。你比如说那个每年那个特斯拉会有一些时间给你免费给你一个 EAP， 比如说春节免费1个月，这个时候其实每个车的软件里边都包含这个 EAP 了，只是他们后台给你点开，一点开然后你就有了。就现在这个状态让我感觉你的车里边已经有了，就是后台这个选项没给你开放。你不然的话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正常的一个逻辑。你不然的话，你没有必要单独给这个购买了 FSD 的3.0的一个单独的一个软件，包括地图，包括啥一个单独的，没有必要。咱们走这个路基本上都是环路嘛，也不是，从仁和这边过来，
过朝天门大桥。前面2个理想都没有开这个辅助驾驶，他那个车开辅助驾驶是后面有2个绿灯亮起的。那理想在我们这边挺多的，还有阿维塔在我们重庆这边也很多。那有一点往里边会车，这个大车，就是他打左转向，大车没让他，然后后面的这个车也没让他，在后面的车应该就没办法不让了，因为他已经变道过来了，你看到吗？已经没有压线，我们没有压线，已经变过来了，后面的车很难不让他了。刚才那个车，那个前面的白车想过来，没过来，然后这个大车也没让他，然后他直接在那个应急车道走了。你看，那边刚才咱们汇入那个口是有摄像头的，他这个走那个应急车道很有可能就是6分。这个是哪儿？这是兰海高速啊，重庆市区的一段兰海高速。你看这些口都有摄像头的。其实我感觉你后面的版本，昨天那个美国推送了 V13.2.9，这个版本他们又开始吹说，哎呀，好多少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后面就到了这个，你再往后，其实你说能提升多少呢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了，就有一些打开这个内循环，烟。哎呀，这个柴油车是吧？然后那个，我觉得你比如说在国内吧，你首先解决这个交规、压线呀、红绿灯的问题，就已经相当可以了。然后再解决一些特殊情况的问题，比如说遇到人格外的慢，没必要那么慢，你可以再提一下速度。是不是啊？这些东西，但是你中国这个数据没的训练，很难去得到一个全部的解决。这一个，好多人说那个，特斯拉你连前面这个红灯绿灯你都分不出来，啊，你怎么自动驾驶？它其实是这样，它这个端到端是啥呀？好多人说端到端是啥呀？就是这一端到那一端。就是车尾端到那个另一个目的地的车尾端，这很可笑的啊。端到端只是一个，只是一个翻译过来叫这么个东西，但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 AI， 就是人工智能，就大模型，就是 AI。比如说那个 ChatGPT，DeepSeek， 这都是 AI， 啊，都叫端到端。就是它端到端，就是你输给它这个画面，比如输给它这些视频、这些场景，比如这个车突然过来了，哎，我这个车应该怎么处理？就是你教他，就跟一个孩子一样，啊，一个没见过这个东西的孩子一样，你让他看这个视频，人类学习怎么学呀？也是一样的，你告诉他，哎，如果前面那个车过来了，就包括咱们去学车去干啥，哎，前面车打右转向灯了。才怎么样？哦，他肯定是要变过来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让他或者怎么样？就是这就端到端，就是前面的车减速了，哎，这个车也减速，这就端到端。就是你教他，就是现实怎么开车，你就应该怎么开。包括这个红绿灯，就是他其实看的不是红绿灯，他看的是这个状态。哦，就这么一个场景，哎，这有个那个灯亮起的一个红灯。哎，一旦变绿了，我的车就可以往前走。哎，他是这样学习的，他并不是告诉他这是个红绿灯啊，这个地方这个灯变绿了你才能走，他不是这样教他，他是看了这个场景，哎，这场景什么样的变化你停下了，什么样的变化你走了，他这样的。那为什么有很多红绿灯他识别不了？他就是这样，
他看到那个场景他没见过，和之前他看到的不一样，就是有区别，因为他看到的美国那边的一些场景，看到差不多的他理解对了，看到不一样的他理解就出现了出入。他并不是单纯的看不懂红色和绿色，因为他教他的时候不是说你看了绿色你就走，你看了红色就不走，他不是这种规则，所以说他就不知道。就这个怎么样处理，就是训练，你就是让他看这个路口，让他看一次哦，这个地方那个灯亮起你才能走，旁边的这个绿色的比如说人行道的亮起跟你没关系，你让他看让他学。那这个数据出不去怎么办？那这个跟咱没关系了啊，特斯拉的问题了。所以说原理上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有些场景处理不了。再比如说，哎，这不一个箱货，你看到吗？箱货的这个后面这个箱子打开之后，这两个门是对开的，是不是啊？打到旁边，如果现在它开着打到旁边了，我们往前走，它会直接往上撞。目前我测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箱子开着之后，就是没有这种数据让他学，他也没学会，他觉得开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，他就会往上撞。就是他不是咱们想的说，哎，这是一个障碍物，你为什么往上撞？他不这样想，他就是说这个地方，你出来的这个东西我没学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撞。他虽然是这个人工智能，但他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，他没有说跟人一样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开了一个东西，不管是个什么东西，他不能撞，他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那但是你比如说那个咱们这有个车，就是开车门呢，他就知道也是悬空的，也是一个这个障碍物，他就会避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见的太多了，在路上这种素材太多了，路边停着车吓人的，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来？那个开门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。开门杀呀，啊，就开门杀那种，他就会避让，因为他就知道那个地方那个门突然开了，我应该怎么样，这就是端到端。但是刚才那个箱货那种，包括大货车拉了个横杆子，比如说大货车这个拉了个横杆子在这儿，我们也比我们这个就我们走也能撞的杆子，他还是要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没有训练他。但是后面如果这种素材给他训练，他就不撞了，他就知道哦，这个地方一根杆子，这个是不能撞的，这就是端到端，这就是那个所谓的 AI。人和了到了是吧？对，出这个快速路了。就是你如果说，哎，你告诉他红绿灯是这么走，告诉他这个地方不应该，那就是规则了，那就不是人开车的那种感受了，它没有这么平缓了。它也不是100%规则。你看，这一个我们这个限速40，我看40应该是我们设的应该是40%啊，56，就刚才限速40，这个地方应该是56，你看见吗？56，但刚才它变成了63，就它的限速是63，它这个是动态的，就为什么呀？它根据周围的车跑的都是63，都是那样，我为什么要去跑56？它是这样一个逻辑。刚才这个车应该是闯了一个红灯，这个车，因为我们过来的这个车道是绿灯，因为这个汇入口这边有红绿灯的，我们这边有，那边也有，他直接闯过来了，但他做了避让了，他发现了之后做了减速，做了往右避让。其实不大好测这个地图到底有没有差别。我觉得可能有些差别，但是呢，可能差别不大。最主要的还是 FSD 的版本还是为13.2.6，应该没什么变化。其实你要这个目前这个版本，你就解决了，需要解决的就是红绿灯，
再就是压线，然后就相当厉害了，就相当完美了。包括有些城市有自行车道，人行道，你不要去走，把这个搞明白，就相当厉害了。然后后面你如果这个解决了，你后面哪怕到 V14，肯定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。但我觉得也就是说，哎，更迅速呀，反应更快呀，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区别。那其他的，就你要这种路开，没有什么区别。压线肯定是没解决的啊，现在这个版。其实压线还好，在重庆这边，压线基本上不扣分。但是他要压线，我一般都会接管，不让他去压，除非你这个红绿灯这边那个停止线那边那个实线，那个你要压的话肯定会扣分，那个摄像头肯定会扣。突然路上有这么一小段实线，重庆这边一般都不扣。其实不光是重庆，大多数的地方吧，除非就你那种特别严格的，以收费为准的那种，要这地方一段实线是吧？这是个红绿灯的，它可能就你要压的话，可能就比较严格。它一直往这靠，我一看这边一个摩托车，它基本上靠着这边线，贴着这边的线，给右侧因为他发现右侧好多摩托车。但是你可以看后面的车都没有去靠这边，是吧？都在这个车道居中。一般人开车不会给后面的车去让路的。哎，他现在也是往中间走了一点。重庆的路就是这样，每个路上都有红绿灯，它这个识别是有的时候对，有的时候不对，对的概率不是很大。你看我们每个车道一个灯，有左转的，有直行的，有些是，比如说6个车道，6个灯都是直行的，6个灯，而且都是一起亮起的。极少数有一个是最右侧车道和汇弱的时候就是它会变红灯，左侧的这4个5个呀都是常年亮起的。这个设计有它的好处，也有它的不好处。前面要左转，变到最左侧去左转。百度这个车道级是要求变到最左侧，它现在变到最左侧了。这边是个掉头的口，你看百度这个地图做的多好，是吧？你应该变到哪个车道？其实你看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车道，在最左侧，但是它显示在这个地方，它显示这个不重要。好多人吐槽说是，我在最左侧，你显示在这儿就不对。你看这个干啥呀？我们还不知道我在最左侧还在哪吗？是不是？我这个其实不好，这个变的时机不好。这2个车是掉头的，然后我们应该是左转，但是呢就卡在这儿了，这边都是掉头的，这个时机不好。有点拐不过去了，3秒，2、1，拐不过去了，再等一下吧。但是刚才那个地方，我如果不熟悉的话，我也会就是那个位置变过来，去左转，我也不会太激进的靠近这个，这个红绿灯这个实线位置去变道。
其实在我用了 FSD 之后啊，我觉得特斯拉吹的那个 L4、L5是能实现的。至少我没用之前我是不相信的。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之后，我觉得是可能实现的。所谓的无监督版啊，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。但是你的数据要真的是完美，就是所有的情况都会有。刚才一个小加速，后面我一看后视镜，后面一个黑车往上，就是速度很快的靠近我们。他本身是想减速往左侧走的，后面来了一个车很快，他一个小加速往前走了一段又变过来的。就是人开车很难去看后面，尤其是你要汇入一个道的时候，你肯定不会去看后面，你要往这边汇，你会看这个左侧的这个后视镜，但是你不会去看右侧的，因为我们要往左汇，但是你看这个是看不到的，它是从那边也是大道过来，很快的速度过来。所以说自动驾驶它这个摄像头啊，它的视野比人是多得多。人的视野其实就是往前看的远一点，往左右往后看的，通过后视镜看的是很狭窄的。比如说我看右侧后视镜，我只能看到相邻的车道。如果我相邻的车道的旁边车道再有车往这并入，尤其是靠得我很近的时候，我都看不到，一点都看不到。其实这种的，你看他做了一个变道处理，超这个摩托车。其实我认为就是打个灯是可以的，稍微一绕还要回到原来的道上，没有必要做变道。当然做变道也可以，因为这3个道都可以走。那我们现在在最左侧车道，我就知道是不是他在中间车道，这个百度地图的，这是百度地图的啊，百度地图定位的没那么准，但这个是不重要的，我只知道我在这个位置，这个是准确就行。那我就知道我在最左侧车道啊，但是我们看这个百度地图怎么看啊？就看这个他用这个蓝色标出来的，就代表这3个车道我们当前都可以走，不管是在这儿也行，那边也行，那边也行，都可以走。这就是这个百度地图的车道机怎么看？你们可以看我拍视频啊，我没有把导航的声音我都是关闭的，我不喜欢吵，声音我都是关闭的。在300米后靠左。我不听他们的声音，其实我不需要听，因为我要看这个的话，就之前我自己开的时候我也不听声音，因为我就看这个车道机导航这个标出来的，它会提前多少米让你去走哪个车道，是吧？你这3个都可以走，你发现了吗？都可以走，你就是都可以走。但是我不需要它语音播报，很多的导航靠语音啊，前面多少米走哪一个车道靠语音。百度这个它不需要看，就只要是你看一下，不需要听，你只要看一下就知道。所以我不大喜欢这个，就是很吵的。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不听歌，开车我都不听歌。快到了，我们还有5分钟。视频拍了25，
刚好吧，5分25、30，走的时候就是30吧。它这效率不是特别快，也不是特别慢，就你们开特斯拉的可以试一下，就打开这个导航，选一个目的地，基本上它显示还有多少分钟到 ，FSD 开就多少分钟到，差不多。但有的时候快点，有的时候慢点，这个路况不一样嘛，是吧？有的时候红绿灯时间长点啊，有的时候走的时候没那么堵，然后走开了之后又堵。那有的时候提前呢，走的时候比较堵，它计算肯定是当前的一个路况嘛，但实际上过来之后又没那么堵，可能会提前几分钟。过了这个长江大桥就差不多了，就到了。星泽汇是不是我之前经常来的那个商场来着？以前这地方有一个激光 IMAX，我喜欢看电影，这个基本上都会来看这个激光 IMAX。效果呢，就是电影来说，我认为声音、画面，声音的也很好，但声音他们现在说杜比的最好，杜比影院的最好。但我认为这个还是这个激光 IMAX 最好。激光 IMAX 的画面是目前最强的，没有之一。记住啊，激光 IMAX 全国没有多少，不多。然后这一家，哎，他往这绕了一下，我靠，啊，这个摩托车冲过来了，我靠！刚才这个绕你们感受不到啊，有点急，就稍微有点急打的，因为后面很快的速度过了一个摩托车，给他一个避让，我没看后面。我刚开始还以为那个大车就是那个公交车往这靠了呢，我一看后视镜来了个摩托车。激光 IMAX 啊是最好的，你们看电影可以看这个。那城市你们可以搜激光 IMAX，不是激光，也不是 IMAX，IMAX 很烂的，IMAX 是很烂的，必须要激光 IMAX，这是最好的。这一家关了，倒闭了，疫情倒闭了。所以说我好多年没来了。但是在那个重庆大悦城，大悦城有一家那个搬到大悦城一家 IMAX 激光 IMAX，但是我感觉那边没有这边好，声音没有这边好，画面应该是一样的，因为它设备是一样的，声音没有这边好，音效各方面差一些。再就是它那边那个出口的灯太亮了，投影那个出口的灯直接靠近幕布两边，我直接那个干扰到看，不是很喜欢，所以说后面我就不大去了。你说特斯拉现在有问题吗？有一些问题。如果那些问题都没有，都解决，那不就是这个它要右转，我不转了吧？还有2秒，还有2秒就那个黄灯，不到2秒，然后这边有人准备过马路，这一个我跟你说啊，它是识别错误的，我现在又开启了，它是识别不了的，就是每一个车道有一个灯，你们能看到那边能看到是吧？我们这个灯是这个右转箭头，这几个都是右转的，都是右转的，但是它没有识别，知道吧？没有识别。刚才我觉得，哎，不好说。刚才因为是黄灯，他喜欢闯黄灯，他还有1秒，他可能就会闯过去。但是呢，有概率是没有识别得了，知道吗？这不是激光 MAX 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，好几年没去了。现在重庆的你们要看激光 MAX 去大悦城啊，大悦城有个激光 MAX，就一家。一个城市，有些城市都没有，基本上没有。大一点的城市会有。刚才就这个是吧？它导航到这儿，应该是不是车库入口在这儿呀？它应该是入口吧，车库的。入口能开过去，先看看吧。没到过来，这还有个外太没来过。应该是这边拐过去。
你看前面有人吧，他就离得特别远，他不靠近人，然后这个人过来，他也会让他过。但是这种好，就是他往这过，他不会急刹，也不会去怎么样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要过马路。啊，有些人一下子站在那儿站住了，啊，那种的话他就不行。对，这就是入口，还可以，这导航导的可以。新泽汇。